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习近平也传出5月啊，就是下个月要访问这个欧洲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我们今天看到 Bloomberg 有一个新的报道，他说习近平他会在北约乍南斯拉夫大使馆周年纪念日前往贝尔格勒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1999年，其实发生在25年前，当时5月7号。中国大陆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是不是被炸了吗？还有一些中国记者死亡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血海深仇所以这个知情人士就爆了这个料，说习近平打算在5月7号这个纪念日当天访问塞尔维亚，并且参加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25周年的纪念仪式显见这个血海深仇我们没有忘记。所以呢，这些欧洲的或者是美国西方媒体的这个评论就说，习近平他会在塞尔维亚加倍打击北约吗？意思是说我要跟你北约你过去这样对我，在25年之后，我可以跟你这个完完全全对干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给他这个泄露出来、透露出来呢？欧洲的外交官就讲了，习近平的行程可能是这样。他在5月依照顺序出访塞尔维亚、匈牙利、法国。我们很担心他在塞尔维亚会讲出反北约的语言，毕竟那一天不是普通的日子，就是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的纪念日。而另外我们看到习近平最近呢，他有一些动作，包括昨天我们看到他到重庆。中国大陆的重庆去视察，然后呢，他做了一个行为他参访跨国长途货运列车的始发点。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到哪里去参访，都是有指标性的意义，有它的用意的。这个地方是中欧班列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还有铁海联运班列等等这些跨国长途货运列车的始发站，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枢的位置，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习近平到这边来考察，到这边来视察是什么样的用意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中转站这个是东协货运直通欧陆的节点像是这样的节点的一个视察，就是要推动所谓的西部大开发这样的一个时代。也因为习近平这样的动作让这个西部大开发的概念股在中国大陆呢，每一只都开红盘，中国大陆的股民就跟着习近平的脚步去买这些所谓的概念股比较去年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从今年开始，中欧班列中通道2联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已经有1001列，比去年更早提前了8天突破了1000列大关所以可以看到它包括这些货物的这个占比集装箱的这些运送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比起布林肯串联中欧东南亚的一带一路，可能对习近平来讲更为重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太空丝路，在现在中国大陆也在发展了。过去大家知道古时候有丝路，现在叫做太空新丝路，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大陆明天晚上会发射神舟18号，那他们的太空工程办公室的副主任林希强就讲了，他们未来要推动的是国外太空人以及太空游客参与飞行，要搞这个所谓的太空观光这个太空的这个各种的商机，现在慢慢的一点一滴要建立起来了。我们看到林希强他说他会加紧实践中国人登陆月球，并且研究推动国外太空人以及太空游客参与飞行，像这样的计划。不久的将来，他们要建构中国太空站要迎来更多不同身份的新成员。可能你给了钱，你就可以去太空旅游了过去可能大家梦想在科技电影上面看到的太空旅游，未来也许不是梦。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中国跟拉美这些拉丁美洲国家，还有加勒比海国家，他们也拉起了一个航天合作的论坛，就是在太空发展上面的论坛，他们要把它给拉起来。这是在武汉开幕的一个新的一个论坛习近平他写了一封信去祝贺这个论坛，他说最近在中国大陆还有拉丁美洲，在遥感卫星通讯卫星还有深空战网这些地方有一些合作，所以把它称作一个太空丝路，要助力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包括这些国家呢都把它串联起来，在太空发展上面给一些助力。而中国大陆讲了一个重点，
他说我们不仅会教钥匙，还会带徒弟，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些技术交给你哦，完完全全交给你，我不保留哦。这是中国大陆说的，他要推动技术转让，我们不只卖给你，还要教你怎么做哦。就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就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太空上面的合作，其实对我们美国很不友善。这些行为会危及我们美国卫星，这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们在2024年太空威胁评估的一个报告里头指出，说中国大陆跟俄国在积极研究卫星试图更深入了解美国高价值卫星，他们背后是有阴谋的想要操纵卫星靠近美国的卫星，然后抓取美国的卫星，然后呢让美国的卫星失效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他们虽然在这个太空上面有一些竞争，帮助拉丁美洲，可是其实骨子里也在破坏美国的航太以及卫星的发展，是这样吗？来请教亮哥。我觉得都在布林肯来之前发生了我们刚刚讲到，比如说那个巨浪2然后还有这个侦8无人机的照片那个是在武器上的秀肌肉嘛那你这个特别在重庆召开这个西部大开发的一个新的一个座谈这个基本上大家一联想就是中亚，然后到欧洲嘛，中欧班列那就在跟布林肯暗示说，我们不是只有美国了我还有别的地方然后也秀出他的访欧的行程我就是中国大陆就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啦，我也有我自己布的局那事实上你刚刚讲那个太空丝路你如果讲到通信卫星，那还是低估了它事实上中国大陆真的厉害的太空丝路是北斗卫星因为北斗卫星现在已经结合它的基础建设在出口，很多的这个中国大陆协助盖的基建就直接绑定北斗卫星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时间要校准，然后空间要测量那因为它在中亚跟东南亚比这个美国的 GPS 还要准那这个当然跟它的卫星的那个高轨的比较多啦，还有它有56颗啦，美国只有32颗所以大家乐于绑定北斗卫星这个才是更可怕的商机啦那我觉得习近平去欧洲倒不至于会直接表达反北约了，不会了，不会，他只是会反对北约的某些行为啦比如说北约当初设定就是欧洲的集体安全组织嘛那你怎么想要到亚洲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像日本或者去打阿富汗就是说你不断的在扩张你不是北约不就是北大西洋吗？公约组织怎么太平洋你也来了呢？捞过界了我觉得这种话他大概就会讲是那这个因为他下一站就要去这个匈牙利，确实也比较亲俄罗斯了可是他主要是要去法国那法国事实上就是欧洲北约最重要的成员所以我不认为他会让马克宏太尴尬了，不至于了而且他事实上是要鼓励马克宏要勇敢一点走自己的路了，走自己的路，要更有独立自主的想法了事实上中国大陆目前的作为大概都是这样了，比如说肖兹来他也要鼓励他说你要勇敢站起来中国愿意跟你经贸合作那因为德国毕竟是战败国嘛，在政治跟军事不好说大话法国可以所以我认为他会给马克宏相当的面子而且今年是中法的文化旅游年所以本来就有很多法国电影还有跟中国合拍的一些影片都要在中国上映所以我认为他会给马克宏红包啦所以那个氛围还是蛮重要的，还是一个友善的氛围。对对对，所以他不会去批评整个北约而是说北约应该要回顾一下自己是什么成因诞生的嘛你如果是保卫欧洲的安全，这个大家没有意见嘛是可是你是不是捞过界了跑到亚洲来了，就是你的初衷是什么？对对对，这种话大概会讲了而且他的大使馆被炸他也不认为是欧洲人干的啦就是美国干的啦就是这样 OK 好，北约的后头不就美国吗来请教郝将军。这个南斯拉夫是中国大使馆，是为什么被炸呢？
F11的那个隐形飞机的残片呢，被中共收到那边在研究，就是早期的逆中飞机的涂料。那美国当然不容许机密外泄，所以就用飞弹炸。事后说承认它是误射误炸，但是你去炸人家大使馆，就侵犯人家领土。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国家对任何事情的纪念，5年、10年、20年的周年，他选这个地方就是说提醒你，美国是打人家的打中国的大使馆，就侵犯中国的领土，就有点影射以色列去打伊朗的这个叙利亚的大使馆是一样的，是有这么一个含义。那借这个机会呢，你再看很多事情连在一起的啊。习近平去访问法国，除了跟德国这个好像我们台湾这个选举挖庄脚是一样的啊，能够把你从这个北大西洋公约里面，因为最有钱的是德国，军备最完整的是法国，那是北约里面这个欧洲国家里面最强的2个。他拿什么东西？刚刚郑亮讲到红包，你看啊，欧洲班列是不是现在看进去了？对，欧洲班列刚开始的时候啊，有时候去的东西很多，回来是空车。那现在他把这个重庆这个站呢、要发车是4公里长的长班列车，那载运量很多，3万多吨，而且它跟中南半岛连上了。换句话说，从中南半岛到中国的南边，到中国的西南，到中国的西北，一直扩张到你欧洲，那这个货运量就够了。因为虽然铁路是比不上海运，但是价值高的商品还是可以透过这个，可以省10几天的航程呢，是到达欧洲。所以这个等于是路上一带一路跟欧洲做一个紧密结合，也是习近平外交的一个红包筹码。那么也证明了欧洲班列当年花那么多钱，那么辛苦去打通是有价值的。那么也就是说，让美国在北大西洋这些公约组织里面的欧盟国家，在经济上也受到中国大陆的拉拢。所以这个东西是双方角力的嘛。但角力不能凭空口说白话，我一定有实际的东西、实际的行动，能够实际的市场跟实际的贸易行为，造成一个中国再回来的一个在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了。是没错。来请教彬哥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欧洲外交官是杞人忧天，我根本不相信习近平会去那边。他去挑战北约干嘛？一点意义都没有。他这一行很明显就是去交朋友的嘛。他去交朋友，那干嘛让这些国家跟他为敌？干嘛让北约这些国家觉得难堪？完全没必要。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战略很清楚啊，他如果真正的竞争对手就只有一个，就是美国。那其他他是要尽力去拉拢他们嘛。只要这些国家愿意跟中国大陆合作，他都争取。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会去做这样的讲话。那当然，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对中国大陆来讲，一带一路往中亚这个地方、中国这个地方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只要这一块能够建立起来的话，将来美国就堵不死他。所以，因为他现在在海上的这个生命线保障还是相对比较脆弱，因为美国毕竟是海上霸权，你在很多的环节点可能会被美国堵住。可是如果你一带一路中欧这一条线直接连起来，而且生生不息的话，有来有回的话，那未来你要把中国大陆掐死就极度困难，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做到。那看起来美国在这一块也很难阻止。那太空当然现在是兵家必争之地啊。那中国大陆它现在整个发展算是蛮循序渐进。其实我一直觉得它算不照进，因为以美苏当年的太空竞赛的时候，双方都是非常冒险的，所以失败率极高。那中国大陆就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稳扎稳打，它现在慢慢一步一步。你看它之前它无人登陆月球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可是他还是慢慢来不及，因为反正也已经有人，美国已经登陆过几次月球，他也不急，我慢慢循序这样来。然后呢，他在争取这些拉美啊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家一起来合作。表面上是提携啊，实际上就是形成另外一个集团。你想想看，当世界上第三世界国家如果大部分都采用中国大陆的系统的时候，或者跟它技术相结合的时候，以后它就制成一个体系，未来这个体系就会不输给过去美俄所引导的这些体系。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未来要花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一个雄图霸业，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我们常常在讲哦，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印证在伊朗跟巴基斯坦2个国家的交流哦，可以说是得到了印证哦。因为今年年初，其实这2个国家还互射飞弹哦，结果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呢？伊朗总统访问巴基斯坦，双方同意加强经济还有安全的合作哦，而且呢，希望宣示彼此的贸易额未来要提高到每年100亿美元，也一同谴责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攻击哦。2个国家现在是统一阵线，而且握握手变成好朋友。我们看到这个年初的时候，2个国家互射导弹哦，那现在修复了彼此的双边的关系。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学者就讲了，这2个国家为什么会和解呢？其实跟中国大陆的间接促成有关系。巴基斯坦呢，既是中国的盟友，也是沙特阿拉伯的盟友。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以前是世仇，可是中国作为中间人，推动了沙伊和解之后，巴基斯坦和伊朗对立的基础就不存在了哦。所以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个 mega 在变化当中。而事实上呢，北韩现在也站队了吗？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拥有核武的，北韩算是一个嘛那它又是一个核武大国，现在要联手。这样子会不会酿成所谓世界的危机呢？我们先来看看北韩官员最近很罕见的公开访问伊朗，这是北韩的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尹正浩那当然看起来表面上是一个经济关系的一个强化，可是外界认为会不会2国的军事合作也在台面下也有一个这个连结呢？我们看到外界的说法是，北韩跟伊朗长久以来被怀疑在弹道飞弹计划上有合作。这一次访问的目的只是经济吗？还是跟弹道飞弹军事相关呢？那外界也担心西方国家或者是西方世界也担心会借此加深伊朗跟北韩的军事合作关系。我们看到北韩的领导人的妹妹金宇正过去我们看到媒体有很多他的报道，他讲话也蛮呛的他说美国和走狗将面临最大的危机他常常骂美国，可是为什么又骂了一次美国呢？他说今年以来美国跟走狗军演了80多次，谁是走狗讲话讲得很难听，到底谁破坏和平稳定，谁是真正的罪犯如果美国继续纠集走狗秀肌肉，必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大家想一想，美国最近跟哪个国家做了很多的军演，就知道金宇正在骂谁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联合国核子事务负责人格罗西他就说伊朗他们如果要发展核武不是几周是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大家低估了伊朗他发展核武的能力他认为伊朗只要几个礼拜就可以获得足够制造炸弹的铀真的有这么恐怖吗？这样你恐怖吗？我们先来看看中东乱局让中沙更紧密吗？现在中东因为加萨走廊的关系，我们看到伊朗也参战了那一团这个混战里面，那现在中国大陆跟沙烏地阿拉伯是不是更加紧密？我们先看看沙烏地阿美公司现在正在洽谈收购中国恒力10%的股份。沙烏地阿美公司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国家石油公司那过去我们知道它这个已经就跟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合作，而现在如果要收购中国恒力10%的股份，那双方也签署了 MOU， 未来将在原油、材料供应、产品销售、技术许可方面进行更深一层的合作那这个沙烏地阿美的 CEO纳赛尔就说了，西方国家最近不是都一直在批评中国大陆它这个产能过剩吗可是这个纳赛尔他就说了，中国产能过剩很好因为你这个产的太阳能板和电动车价格实惠可以帮助降低太阳能成本，那这样子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整个地球吗所以我们这个净零排放的目标也会提早达成这是这个沙烏地阿美公司的 CEO 的说法。而另外我们看到拜登当然年底美国要进行总统大选了，拜登现在国内的问题超多的，包括因为以色列跟加萨走廊之间的这个纠葛，现在美国境内好多大学生起来在街头在校园里头示威反对什么
哦，他们挺巴勒斯坦的运动，因为巴勒斯坦必须讲哦，这些加萨走廊的这个平民百姓、无辜的人、被炸死的人，妇孺越来越多了哦。以人权著称的这些美国的高等学府都是名校哦，这些学生就抡起拳头，拿出标语说哦，不要再支持以色列滥杀无辜了。我们先看看这起风暴，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有超过100名的学生示威者，他们本来在学校里面搭帐篷在示威，可是后来校长要警察进来把他们逮捕了。学生被逮捕之后，引发了更多大学的怒火，越来越多美国还有各大名校哦爆发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现在我们来点点名，包括哪些学校呢？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都有挺巴的风潮。大家知道，这都是常春藤大学联盟哦，都是精英呐哦。所以现在看起来，拜登很头痛。拜登说：“我谴责大学校园内的任何反犹太主义啊。”那这个我们看到川普呢，趁机讥讽了拜登一番。他说：“这些大学生抗议的原因哦，其实就是你拜登啦哦，因为你拜登语气不对，措辞不对，不知道你现在在支持谁，所以非常混乱。”来请教亮哥，美国现在这么乱，而包括我们看到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中国大陆变成一个粘着剂吗？来请教亮哥。那个美国大学生的抗议比你讲的还要严重的多了。事实上，比如说有一些学校的校长被迫辞职嘛，好像有2个学校，哈佛跟宾州大学。对。那哥伦比亚所在就纽约市嘛，纽约市本来就是左翼的人最多的，是，所以民主党的左派很自然的就跟哥大串联了。实际上，当年反越战的时候，哥伦比亚占领整个学校啊。现在哥伦比亚已经改成全远距教学啊，就是叫学生不要到校园来，怕你集合。是啊，怕你集结啊。那我跟你讲哈，以色列还是坚持要打拉法。那你去想一想嘛，打拉法一定是人间炼狱嘛。那个难民营就100多万人，你到时候看学生会怎样？所以坦白讲，这个真的是要关注，就是说美国的大学生对加沙的反战运动会不会进一步扩大？我看今天马英九也在脸书上写了一篇文章，也是在说这个美国的这些左翼的大学生已经开始。我现在拜登就是有点两了。那第一个，他坦白讲也不是那么支持以色列打拉法啦，可是因为以色列给他一个面子嘛，他没有跟伊朗扩大战争啊，对，所以他现在有点默许让纳坦雅胡去打拉法啊。可是这个打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了。所以为什么川普在骂拜登嘛？他就觉得你不一致啊。比如说，你怎么没有让以色列去用力打伊朗啊？因为共和党就是支持以色列也打伊朗啊。那他们认为伊朗的核武快要做出来了。因为他认为核浓缩已经到60%，那距离核武大概是90%。他认为连那个北韩都做出来了，伊朗怎么会做不出来？那万一做出来怎么办？所以共和党就是在这里在骂拜登，说你一下这边一下这边，让人家搞得精神分裂啊。那确实如此啊，因为他民主党的本质就是这样啊，就是它里面有激进派嘛，那是少数族裔嘛，他们是同情巴勒斯坦的嘛。共和党里面没有这种人啊，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拜登现在真的很难为了啊。那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变成很多力量他都不拢嘛。比如说。他本来在发起的是希望阿拉伯的逊尼派能够跟以色列和解，那共同对抗伊朗。结果中国给你搞个釜底抽薪嘛，那逊尼派现在跟伊朗先和解啊，那这个当然就整个漫开嘛。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和解，那接下来就是其他的逊尼派大国，土耳其啦、巴基斯坦、埃及，陆续都跟伊朗在和解，结果都结合起来了。那这也没有到结合啦，可是就是在和解，所以就让美国本来要挑起了逊尼派跟以色列的结盟就弄不起来，就失败，就弄不起来嘛，对啊。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帅将军怎么看哦？现在包括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看到巴基斯坦跟
我们看到包括伊朗现在有合作的关系了。因为巴基斯坦本身也有分离组织了，那伊朗也也支持了很多外围了，像胡塞啊，这个黎巴嫩的这些都有他的间接支持的地方武力。那巴基斯坦跟伊朗这些外围组织有打，你打我飞弹，我打你飞弹，但是中国出来调和的上有2个要件。巴基斯坦不是中国大陆的铁哥们嘛，最铁的兄弟。那伊朗呢，它石油出口大部分都是卖给中国嘛，这都有商贸的利益嘛。而且中国跟俄罗斯都是支持伊朗，所以由这个中国出来调和，我觉得这个调和是给美国一个警告了，就是说，你看沙烏地这个跟这个伊朗也调和，这个2个教派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调和能不能产生长远的影响，要观察。它至少可以制止了一部分这些国家的游离组织发动恐怖攻击，因为像中国的新疆，它跟土耳其的土耳其斯坦也有很多恐怖活动在那边做，所以这个中国在维持这个边境的安定上，它是下了功夫。但是你要说沙烏地跟伊朗那个结合能维持多久呢？你像拜登也在拼命支持，只是王储跟他搞不来，但是川普上台也是支持，所以你要靠沙烏地跟这个伊朗能够联合起来反击这个以色列的可能性也是很低。但是呢，在国际运作、商贸运作跟国际外交上，中国是取得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位了。是。另外，在美国这个学运呢，美国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他蛮有这个职业的这个良心的，看你这个以色列这个做法太恶毒了，就说你打了加沙走廊以外，你如何不能让这个埃法这些100多万人赶尽杀绝啊？你看啊，为什么已经超出战争的规范？你去打人家联合国的补给车队，你去打人家的记者团，你去炸人家的教堂，100万人只供4万个帐篷，这不是逼得人家没水喝、没饭吃，又有生命危险，让你通通到埃及去吗？我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当初你以色列不是由摩西带了你们犹太人从埃及出来吗？今天你要逼他们回去埃及，这种东西叫赶尽杀绝。是，所以美国这些大学，尤其你看所有知名大学通通反对，这个对于美国的震撼是蛮大的。你只是靠犹太金主去制裁这些校长，去这个用警力去抓学生，你越抓反弹越大。是，你看那刚刚讲的学校都不敢上课嘛，全部叫学生回家，就回家嘛，远距教学，对，远距教学你集合不起来嘛。这个反弹恐怕未来会越来越多。你晓得网络串联更快。对，是。好，我们来进一下广告。好，最后时间交给斌哥。我觉得美国现在在中东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他现在正在把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全部推到中国这边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智的一个战略。这样子的话，未来以色列他对加沙走廊当然可以得心应手，但他周边这么多的阿拉伯国家，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把过去这几十年的这些仇怨慢慢的化解，又重新开始团结对付以色列，请问一下，以色列他每天不是都要提心吊胆？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整个战略上是不智的。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没有回头路，他大概就一路只能往这个方向走。那其实就是让大陆在这边的力量越来越大。你看，大陆已经可以把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这种世仇都拉拢在一起，然后巴基斯坦也可以跟那个伊朗和解。而讲伊朗跟巴基斯坦今年1月那个，根本我认为两国是在演戏。演戏？对啊，他们根本是在互射导弹呢。对，应该是这样。其实他们都各自打在他们境内的一些反对势力，他们是这样打。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夏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帅化名将军。
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就在布林肯访问北京前夕，对岸的解放军大秀肌肉，包括海上的，包括空中的。我们先来看看呢，这是非常罕见的哦，中国海军纪念。他们成立75周年的这个时间点，昨天啊，他们发布了潜舰主题宣传片，请导播让我们看看他们秀了这个所谓的巨浪2号飞弹的核打击力哦。您看到这是在海里头，在深海里哦，巨浪2型的飞弹哦，从他们的潜舰哦，他们的潜艇来发射出去哦，这是非常罕见的这样子的秀肌肉的一个影片。也显示了包括4艘潜舰在内的山东舰航母的编队正在进行模拟演训这样子的画面哦。那这个影片大概有7分钟，拍得非常的精致哦，很像是电影的画面一样哦。那外界就讲是不是因为包括布林肯即将访问中国哦，他需要在这个时间展现中国大陆的军力哦，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完备了呢。我们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就讲了，他说中国水面舰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战力，但是水面下的潜舰哦，过去比较少看到的，这一次是用动94型的飞弹核潜舰打出巨浪 -2哦，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画面。这个潜舰重要就是在隐匿性嘛，大家都知道哦。那你不让你知道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然后突击，这很重要。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在秀肌肉，包括我们看到邱国正，我们的国防部部长说这个很正常啊，他们常常在秀啊。哦，在立法院记者问他嘛，哦，就包括中国的这个军力啦，哦，不管在空中在海上，邱国正说他们要展现他们的国力啊，这很正常啊，大家就用平常心来看待就好了。当然，我们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潜舰，我们发展我们自己的这个军力，而对岸的实力到哪里，我们还是要密切关注。包括您看到中国科学家说，他们即将要开发雷射推进超高速极静音的潜舰哦，他们的这个技术又更往前了一步哦。这个是来自于中国军方的科学家，不具名的科学家，他讲哦。他们说，在下一代的核潜舰技术研发上面，中国大陆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且找到了以雷射进行高效率超静音推进的一个方法。未来他们会用在潜舰的驱动系统。过去也有国家在发展这部分哦，可是看起来没成功。那解放军他们成功了没哦？那可能他们先发布像这样的讯息，外界也都在猜测中。另外，我们看空中的哦，这个是在微博上面有网友捕捉到这个画面，不知道真的假的，大家来看看。这是微博流传出来解放军的轰6挂载3角形的飞机照片。您看到轰6是这个飞机嘛？它的腹部这里哦，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的3角形的飞机照片。这个是外传哦，它的这个外形跟今日盛传的无侦8高空无人侦察机的特征吻合，所以网友就说，可能就是外界流传很久像这样子的一个挂载的一个侦察机的一个方式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印度的一个媒体就说，如果这张照片属实，那么就证实了解放军将轰炸机以及无人机组成搭配的战术已经成熟了，或者是成功了。所以这个印度的媒体就说，包括美国、包括印度、包括日本都要很警觉，都要感到头痛。就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布林肯即将再度访问中国了。好，中国的外交部官员私下在这个吹风会的时候，有跟记者讲到这一点，这是来自于 VOA 美国之音的报道。他说美国顽固推进遏华战略要遏制中国这个发展的这样的战略我们先来看看布林肯即将在今天到北京访问，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他 landing 他的这个飞机抵达的消息我们也会随时来掌握。那他会访问上海还有北京2个城市，而且跟中国大陆的高级官员进行会晤。至于会不会跟习近平见面，现在不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会见王毅。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提出5大焦点，
包括希望能够以过去2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为基础，北京方面要聚焦树立正确认知，加强对话，有效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和共同承担大国责任等5大目标。这个是在这个会谈前，在会晤前，中国大陆先释放出来的讯息。而另外，中国的外交部也画出了红线，他们又再度强调。美国，你要停止武装台湾，支持和平统一哦。那中国外交部也是不具名的一个所谓的北美大洋司大洋洲司的负责人就讲中国大陆的底线画得非常清楚，美方不能碰触中方在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等问题上的红线。简单讲，就是台湾是他们最大的这个底线他们的核心利益。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的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包裹的法案，总额是950亿美元，援助的对象是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安全的法案最多的援助是给乌克兰那另外我们台湾也得到了一些援助，那这个对于国际上来说，或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中国大陆会怎么看待呢？在布林肯抵达北京访问之后，会不会也提出来做讨论呢？我们看到这个访问北京之前，中美隔空过招，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呢？布林肯在出发前说了这件事情。美国的国务院发布人权报告，点名什么呢？北京针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各种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行为，的确看起来是打了中国大陆一巴掌。要去访问前，先说了这样子的话。你看到 Twitter 就是 X 上面呢，其实也有一些人做了一些评论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以色列跟加萨走廊之间呢，其实有一些很剧烈的轰炸行为，有很多平民他们失去了生命所以在网络上面有一些美国人或者一些西方人说我们知道了，布林肯只关心中国的穆斯林，而不关心加萨的穆斯林，听起来还蛮讽刺的。而另外呢，美国打算祭出更多的制裁，包括如果中国大陆的银行那如果呢你可能有资助俄罗斯发展军工业这样子的嫌疑的话，我就要制裁你，这是最新的一个讯息。我们先请教亮哥怎么看布林肯即将访中？那之前的一些交手看起来刀光剑影。我之前交手你漏了一个啦，就是美国直接到菲律宾部署中程飞弹。好，那个是美国做的动作。那中国大陆公布这2项武器，真的都是空前的啦。比如说巨浪2巨浪2它可以射8000公里，然后它可以装3到6个核弹头，而且它是用潜艇射的，所以你就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有很大的风险。坦白讲，这些都是针对美国啦，跟台湾没有关系啦那另外一个，你讲到那个侦8侦8是到目前为止所看过的超音速的无人机了，而且它的飞行高度非常的高，它飞行的高度可以到30公里那因为它是超音速的嘛，是远超过美国现有的所有的侦察无人机，所以当然美国会头痛就是他搞不好来侦察我然后接下来用巨浪2打，那怎么办美国打不到打不到侦8，打不到了，美国打不到侦8了，30公里高太高了啦。不，以前的侦察机听到的都是5公里高8公里高它是30公里高。可是侦8是无人侦察机。对。那因为它又配了那个你刚刚讲的轰6嘛，那等于是先去侦察完它再去打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在秀肌肉没错啦。你到菲律宾秀中程飞弹。那我就秀我更先进的给你看，因为菲律宾那个中程飞弹就是战斧巡弋飞弹嘛，那个是亚音速的啦，虽然也可以装核弹头了那布林肯这次去大陆真的很特殊是因为是中国大陆邀请他去的，邀请他去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表示中国大陆有话要跟你讲，就好比马英九去，习近平有话要讲嘛。他是被邀请的，跟叶伦不一样。叶伦是希望去，然后大陆就配合你，让你来。是我觉得讲那些基本原则，那就没什么好讲了啦，那个都要吵一辈子了。他确实有一些具体的动作要做，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如何
落实了。比如说他说啊，你这个中资银行协助把中国的各种零组件卖给俄罗斯了，那我要来制裁中资银行。是，那俄罗斯已经出来说明了，他说我们95%都是用人民币交易，那我就不知道美国要怎么制裁中资银行。因为美国能够制裁的一定是欧元跟美元交易嘛。对对，你人民币交易你怎么去制裁？那如果美国连这样都要制裁，就是我知道你们有在交易，是那我就不管了，我就先制裁你再说。那我跟你讲，这个是天下大乱。他说他要切断中国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体系之间的联系。那因为中资银行大的一定都有做美元跟欧元的交易，对，所以他拿不出证据，那就要直接这样搞你啊。这个恐怕是轩然大波。那另外还有就是，因为俄罗斯有一些武器在乌克兰一些残骸，就发现有很多中国的零部件嘛，包括电子、电机、机械都有啊。那问题是，这个都是军民两用的零部件啊。那俄罗斯的公司要给俄罗斯的军方用，我怎么办啊？也管不着，我管不着啊。那如果布林肯也执意说不管，我就是要制裁啊，那这个也是天下大乱哦。那因为美国现在急了啦，因为俄乌战争，听说下个礼拜美国就要递送武器了。对，因为乌克兰真的非常危险。那他当然不希望俄罗斯的军工能够不断的制造出新的武器嘛，所以他等于是从源头要制止中国帮助俄罗斯，然后在供应的部分不断的给乌克兰新的武器，这两招是同时来的啦。可是我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屈服了。那这种情况下，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如果布林肯真的是针对中资银行还有给俄罗斯的公司这种所谓次级制裁了啊，那中国大陆一定会反制了。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又要天下大乱，应该是。好，来，请问帅将军怎么看呢？中国大陆在秀肌肉吗？像是这两款新的武器第一次被我们看到。当然，这个巨浪就是主要中国能够取得核子平衡。因为美国的核子弹多嘛，那巨浪就是前线去，它放到哪里发射你不容易知道，那可能靠得你很近了，那就很快就到了。远的话，它1万多公里、8000公里也打得到。所以巨浪是给美国一个，你不要拿核子大国来压我，只是这个信号而已。另外，布林肯是被邀去，当然中国有话要跟你讲。那现在放到台面上的话，那是老生常谈，骨子里什么话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么布林肯呢也知道你会要求什么东西，所以他带了很多筹码去，甚至于新疆这个老筹码也拿上台面了啊。那新疆筹码主要是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做火药里面需要很多消化纤维，那个纤维就是来自于新疆棉，所以刚刚郭正林讲的没错，我断你上流这个河流的上游的资源的来源啊，让你不能够俄罗斯获得很多的战略物资，那么使乌克兰的占据这个急骤而下。那美国就是希望乌克兰延寿嘛，那是赶快批一批钱，让乌克兰继续消耗，反正死的不是美国人嘛，武器我给你嘛，死的是你乌克兰的人嘛。那么制造欧洲的恐惧，让希望能够进一步能够控制北大西洋的这个一致抗俄的这个决心嘛，这些都是他必须要做的。因为乌克兰如果不幸在今年的夏天，俄罗斯的夏季攻势打完以后垮了，那拜登的选举不要选了嘛。所以这是中国大陆也看准你，大概选前你必须这个，这是一个你的软肋嘛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手上的筹码就是说，你不答应的话，我这种军民通用的物资我就不停的供嘛。欧洲班列也开了，这个路上的交通也开了，那无人机的零件又是未来战争里面决定胜负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嘛。那么火药了这些东西都是打俄乌战争里面必须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来换到美国你以前承诺的公平交易啦什么问题？那美国也带了很多筹码嘛。那个以前亮哥也讲过你这个期货都是用美元的，你现在人民币还不能够取代嘛，这样都是各有筹码的，各有一些就在来谈嘛。那这个东西你要说
菲律宾你摆一个战斧飞弹，那中国可能山东舰就往你夏威夷更靠近一点，都说不定了。是，或者说，中国干脆一翻脸，派了陆战队把马德雷号给你拆了，你又怎么样？拆那个马德雷号很简单了，上去一部推土机推2下，它就整个垮了嘛。对啊，因为它腐朽了。对啊，我还人道就说你们现在夏天了，你这个台风一来，你们生命有危险，我把你送回去。这都是灰色的、小规模的、低强度的冲突。中国可以干的啊，是，对不对？他现在又在南海里吹岛啊，对不对？吹了更多的岛，那你看谁在南海实力强嘛？这个中国大陆已经有先编了嘛，前面已经填了5个岛嘛，飞机场也做好了，弹药库也建了，所以在南海，美国现在是没有什么优势。是，没错，这是大国之间的过招哦。我们看到布林肯今天即将抵达中国大陆，不过截至我们录影的此刻，他还没到哦。如果他随时抵达中国大陆，我们都会为您做插播的报道。来请教彬哥。其实巨浪2早在2017年他们就有公布过类似的发射影片了。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其实他们2018年就部署了巨浪3，那为什么这次他还是秀巨浪2？巨浪3没有影片。对，为什么？其实很简单，我相信巨浪3的构型跟发射方式可能跟巨浪2不一样。哦，机密。对，他不想让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猜嘛，那就会对你心里造成更大的一个阴影哦。那至于说他们说这个所谓的雷射推进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原理就是以前苏联时代发展的超空炮原理，就是你在水中你形成一个超空炮的话，因为你水有阻力嘛，它如果旁边有气体就把它挡住的话，等于中间是一个空的状态，你可以直接往前进，那个速度可以快到非常惊人，那也声音也很安静。但是日本其实20年前就有试过用雷射推进，但是没有成功。对，那现在解放军是不是能够成功？不知道。他们是宣称他们已经取得了第一个能够固定那个雷射的方向，第二个它的整个功率大幅增加。那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目前不晓得。但他们显然是在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他们这个做的话要克服一点，就是你速度这么快，然后你又是因为旁边有空炮去跟外面的海水隔绝，那请问一下你怎么接收讯号？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个未来都有很多技术上的东西需要去克服。那这个无侦8这个应该就是没有错了，应该就是他轰6挂的无侦8在做试验。那无侦8如果真的成功可以运行的话，听说他们现在已经特殊的一个小队就专门在测试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可以运行，那对台湾、美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还在实验当中啦。但是美国跟我们一定要紧密的去观察这个东西。那如果它真的成型，我们对它大概是毫无办法。因为我们的什么东西都打不到，我们也不知道他来啊，根本不晓得啊。所以就他匿踪啊。对，就民进党就可以叫我们不用免给啊，对，不用抬头或低头都无所谓，反正你根本不知道。反正他也不会宣布啊。对啊，他不会讲啊。对啊。那至于说现在他们要对这个说制裁，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如果你要说俄罗斯有用到零件的话，你知道俄罗斯那边现在在乌克兰被发现零件，有日本的，有美国的，有台湾的。对，有台湾的，当然有啊。有啊，那个工具机从土耳其过去了。是啊，所以你这个要怎么防？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困扰。如果他真的要让他都跟金融机构脱钩，难道要跟俄罗斯一样把他赶出 SWIFT 吗？他赶出 SWIFT， 请问一下，美国还要不要跟他做生意？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虚声恫吓啦，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影响力，这个影响可能会更深远哦。这个金融秩序大乱。